买了100斤冰糖，借了一口大锅，请了一个60多岁的老师傅，今天来给大家古法炒糖色，设备已经到位。这口锅太大了，人员也已经到齐了，刷锅的、烧火的，一起把糖扛上来。放不动。嘿，可带，好行了。单斤冰糖100斤，烧一锅水，盖，扛起来。老师傅说的要先烧一大锅水，炒那个糖色一定要用开水，不能用凉水。用凉水的话，糖就结坨坨。为了装这些糖色，今天特意跑到镇上去买了那口不锈钢大桶，用来冷糖色用。这个好费柴哦！今天可是烧那么大一包，那还继续烧。孩子，水开了。哎呀，水开了，先给它舀起来。这锅水烫猪都可以了。把你整下去烫哈。盖起来，这个水备用。师傅一到位，开干。我们一包冰糖差不多50斤，师傅说的只能炒一半，也就是炒20斤冰糖左右。如果炒的太多的话，水一下去，那个冰糖咚。要火大了要回去啊。火大哈，火放低，放低。嘿，要不停的翻炒，先给它炒化哈。这师傅是我们那边赫赫有名的那个乡村大厨。其实我们那边很多邻居问我，为啥子不用白糖炒？用白糖炒既容易化，而且它那个成本还要低一些。但是我们想到给大家送，要送就送好一些的哈。这个冰糖炒出来的糖色，虽然它不好炒，但是它的颜色炒出来那是非常非常好。到时候大家就晓得了。不过冰糖炒起确实人累。已经在开始变色了，在融化了。现在那个糖已经开始变成焦糖色了，我们师傅一个人炒就得行了，慢慢的搅。现在那个颜色就可以做糖花了，或者穿冰糖葫芦应该都可以了。再炒深一些就可以加水了。一起泡。哦，大泡转小泡。师傅说的火候也很重要，所以我这步也很关键。现在要开始小火了，已经开始变颜色了。起泡了。关键发亮了已经。红得发亮。根据它的那个浓度，再给它熬一下，熬得它拉成一根丝了，然后就可以出锅了。这个很精细的问题，我们虽然也会炒，但是做不到那么精确哈。这是为了大家拿到手的糖色更加的舒服，要拉成根丝哈。可以了哈。第一锅糖色已经好了，出锅。不要那么干锅。这个糖色我们放在那个地方，让它自然冷却就可以打包了。哎，需要大火了，加菜。耶！开始第二锅。这个糖色炒得好，如果是保管好到起的话，丢进盐都不要坏。哦，还可以哈。哦。要准备开始加水了，大泡转小泡。最后一锅。开水，这个就是锅。够了吧？蔡小厨，你看我整个糖色，我是你的铁粉哦。你啥子铁粉喽？你那是烧粉。到时候给我评论点个赞，我给你抽个奖哈。抽得到你就有，抽不到就没得。抽到了我从达子给你寄回来。那我抽不来，我抽不来的嘛。要公平哦，说些话。那我哈儿就咬票。嘿，这些不准咬。嘿嘿，你不晓得我咬票进去。我炒2个小菜喝一杯儿。我炒2个小菜喝一杯儿。
嘿，忙帮忙嘛也忙了下午哎。糖色炒了差不多一大桶，先让它自然的放凉。这个糖色可能有100多斤。帮我们炒糖色的师傅，我喊他那儿吃饭，他非要回去给他媳妇儿煮饭。我妈非要借我那口大锅炒黄豆，黄豆炒好，哈儿自己换锅。你还跟他是黄快小？你莫那么凶嘛，那我炒。冬天就是做各种腌菜的时候，老太儿想吃豆丝，老太太要给他做一点儿。你们都在那边一把我盯着说做噻，要么你们来嘛。好生炒，这个炒好了就可以吃了。这个吃了光放屁，你吃嘛？要豌豆上放屁，忙又贼。没说整个瓜子来炒，弄个黄豆来薄薄的跟揪我人。炒起来一下不寒，对不对？这老太太在我们镇上混得开得很，随便要借啥子都借得到，是嘛？是。人缘好。凭张嘴吃遍整个人。你要说我们夸张哦，你跟我说的。你累不累啊？累个屁累！你要求销路吗？哎，你要想卖，这老太太一天想做豆豉卖给你们，你们说要不要？肯定要自己做这个多好嘛，又不是机器做好。人家不得要，可是你老太婆老很大了，做的好不好？老了就是传统的。就是要传统的菜。老了才经验噻。忙活了一下午，农村古法手工炒制。也不晓得大家嫌不嫌弃。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，在视频下方给我们评论，我们以怎样的方式来给大家抽取那个糖色哈？希望大家积极评论，我们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。我们今天视频就到那个地方，我把那个用具换了，然后我要给老丈人煮饭了，老丈人还在等我送饭嘞。